今天杰哥来为你们介绍这一把是丸山制造所制造生产的是台湾生产的一把 MP9 GBB MP9 GBB 瓦斯冲锋枪，这个有这个折叠托了这个折叠托，这折叠托搬过来直接搬就可以了。那收回来的时候，这边有个按钮，按一下就可以搬下去这个搬下去。然后这边有一个卡榫，扣入，这样就紧了。整体上这个托是这样，然后直接搬，直接搬过来，然后直接这样卡住，就这样。弹夹释放了，将弹夹释放了按压，弹夹就会滑落，就会滑落。先把弹夹取下了然后再把枪托这里起来。那我们先介绍这个灭音管它附赠一个这个灭音管。这灭音管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安装这个发光器发光器它有设计一个功能，它有设计一个功能就是安装这个发光器。但是发光器要另外购买，发光器要另外购买。如果打荧光弹的话，那发光器如何安装呢？这边有一个，就是这一段旋转逆时钟方向，逆时钟方向，就可以把这一段拆除。这一段拆除，那里面有一个逆时视亚这逆时视亚的装置逆时视亚装置就可以直接安装这个发光器在市售买的发光器都可以安装直接这样安装进去，然后锁起来顺时钟方向就可以把它锁起来了这样锁起来那里面就会有发光器的功能。不安装发光器也没关系的就直接使用。然后我们再把它拆除了发光器拆除。那当然啦，这个灭音管有了这个灭音管之后，我们也可以将内管拉长将这个内管拉长杰哥选择这个是290的长度了那当然拉长的时候，它会这样凸出来那这个设计的很好这个内径刚好小于一点点这个内管的外径所以它有稳定内管的功能就这样。然后如果你前面凸得太长的话，杰哥强烈建议再安装这个，等于是枪管稳定器啦再加装这种枪管稳定器它内部就这样就是进去的时候，它有枪管稳定的功能的效果因为如果延长到这个程度290290大概是到这里这个程度杰哥强烈建议再加装这枫叶出品的枪管稳定器这等于是枪管稳定器的功能啦枪管在里面的晃动几率变少这等一下杰哥会教你们如何安装还有这个涡环也要安装上去这个就是这样这部分这暂时等一下杰哥教你们如何安装先把它完全拆除了这部分就这样把它锁回锁回然后这个等一下再介绍了那杰哥来教各位如何将这把枪上下枪身分离这第一次拆的人他不懂那个手感真的是很难拆杰哥认为现在目前枪身大部分解比较困难的就是这一支大部分解的部分比较困难这一支，可是多拆几次熟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啦来，首先将托打开将托打开，然后这地方有一个按钮，这个按钮按下去，按到底一定要按到底这按钮按到底按到底，然后稍微抬高这个地方就分离了稍微抬高，然后注意这里这里
啊，这个拆法跟克拉克一样，就同时往下了哈。可是现在还不到这个程度。注意这里哈，这边有一个写 up 的，哦，往内推，哦，往内推，哦，往内推，然后这两个同时往下压，啊，同时往下压，然后稍微哈，这地方就稍微卡住了，啊，往内推的时候就稍微卡住了，然后往下压哈，这稍微卡住，然后这样，好，有没有？整个开始分离了，这样就起来了。哦，这个起来的时候要水平哈，哦，这状况就是这样水平，有没有？啊，它前面就是靠这一个地方，啊，插入来。我们先把这个分解，让各位看得更清楚啊，哈，这个地方，啊，往后推，啊，然后就可以拆除，然后附近环，这个附近环，然后附近环杆，哦，这个附近环杆，啊，这附近环杆是塑胶的哈，是塑胶的工业塑胶，然后上机甲，啊，也是工业塑胶哈，工业塑胶，然后鱼骨的部分哈，这个鱼骨的部分也是工业塑胶，啊，整体上都是工业塑胶，好，然后这个先放这里，用不到。下枪身的部分介绍，哦，它这个就是在扣住，哦，这个枪机总成，哦，枪机总成，哦，就是这个地方哈，在拆的时候，在往上提的时候，它是你只要不平均往上提，它就会有很大的阻力啊。这个地方最主要是这个地方啊，这拆不好拆的原因是这个地方，你要平均的往上提，平均的往上提啊，这个地方平均往上提啊。那下枪身的部分啊，火控、击锤、钢制啊，顶针啊，也就是装针的部分钢制啊，这个跟以往一样哈，几乎都是钢制的哈。然后拉杆，这个反击连杆啊，反击连杆也是钢制啊，整体上啊，那这地方是铝合金，大致上是这样哈。下枪身，那下枪身的部分哦，外壳工业尼龙塑胶，哦，枪托也是工业尼龙塑胶，大致上是这样。下枪身的部分啊，这个部分我们先收起来。然后枪机哈，枪机的部分哈，铝合金，啊，防火帽部分钢制，啊，防火帽钢制，然后这个算是瓦斯钢管了哈，瓦斯钢管做的部分也是钢制，这地方铝合金，枪机呀哈，这都铝合金，啊，铝合金，哦，后部座铝合金，啊，飞机座铝合金，飞机了哈，飞机。然后这把枪哦，有一个地方哦要特别小心，这个插销啊，这边有一根插销已经掉下来了，啊，这边一个插销已经掉下来了，要特别小心的就是这个地方 ，hopper 结合的这个地方哈，这边有一个孔，啊，这个插销就是在这个孔里面，啊，这个很容易掉哦，这个很容易掉，这到时候在装的时候，杰克强烈建议弄这个铁布吸炉啦，或者是你自己看看是用什么方式再把它固定一下，稍微固定一下，因为只要安装上去之后，哦，只要安装上去之后就不会掉了，因为它会紧密的贴合在这个地方，这个卡槽这个地方，哦，它就掉不出来了。可是当你在拆的时候，绝大机会啊，有90%的机会会掉出来，哦，这个又很小一根，哦，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去注意哈，这地方特别去注意啊。唯一杰哥觉得这个地方设计上有点小问题，啊，这地方要特别去注意哈，这个插销，啊，这插销掉了真的不好找啊，很小一根，啊，那这一根插销也是在拆除 hopper，好 hopper 座，哦，
外腔管分离的一个最大的关键啊，这很重要哈。这个插销它的角色很重要。好，来，这插销敲出来了嘛，在这边了哈，这个掉出来，好，不知道是这把的关系还是怎样哈，反正就特别的松，好，然后这个地方就不理它，我们这个插销出来的时候，好，这个地方就往后，后壳座往后拉，好，有没有就分离了？好，就分离了，再往后拉，好，掉了。这边有一块结合的，哦，结合块，哦，结合块的方向性是这样，啊，这边有一个小凸点，哦，这样，它方向性这样，等一下装的时候注意，然后拉到这里来，后背中层就可以抽出来，就这样了，这部分就这样啊。然后我们今天要换的是这一支290 mini 哦，290 mini 的风力管啊，风力管是枫叶出品的风力管，然后再搭配啊这个后背皮啊，这博派哦，博派75度的后背皮啊，那我们先把这个吸型扣装上啊哈，加强气密的吸型扣装上啊，这个博派它就会有附赠这个加强气密的吸型扣，好，装上之后就这样，好，装上之后，好，那杰哥会选择290 mini 的内管哈，最主要就是要拉长它的这个子弹飞行加速的距离啦哈，这个装上去它初速就会自然就会提升，啊，然后稳定性弹道稳定性也会比较好，那因为刚好配合它这个灭音管，好，但装了内管拉长之后就没办法拆除灭音管下去玩，因为会凸一个内管在那边，啊，所以要注意这个部分啊。杰哥当然就是都装灭音管了哈，为了它的效能啊，然后提升啊，这个多很长，多大概1/3啦哈，长度哦，大概2.5倍哦，2.5倍，好来，啊这个就差不多要拆除了，然后这边有一颗十字螺丝。啊，就是一颗十字螺丝，逆时钟方向，啊，逆时钟方向旋转，哦，十字螺丝就取下，然后后壳座就可以掀开。好像这个后壳座做的设计的很简单，哦，可是操作上也很确实，哦，简单确实了哈。这下压连杆啊，然后这个是下压豆，然后后背皮内管啊，拿起来。哦，下压豆，好，下压豆，这个，然后调节孔，啊，这边有一个1.5 mm 的机米螺丝，哦，这个调节孔，等一下杰哥会跟你讲这个调节孔在哪里，哦，就这样，好，简单，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个设计，啊，然后真的设计的很好，哦，真的设计很好，很简单的一个机构，啊，简单它的故障率就会低啦哈。如果设计简单，它的故障率就会低，哦，这个故障率真的很低。然后管皮啊，这个我们今天就用不到了。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原厂的管多长啊哈。原厂的内管是125，好，125，好，原厂内管好是125 mini，啊，125 mini，原厂内管125 mini。然后我们换这个290 mini 的长度，啊，再拿这个博派后背皮装入，后背皮装入，来，然后这个凸点，哦，固定点进入，然后下压豆，好，装这个下压豆，记得一定要将下压豆装上啊。然后杰哥建议啊，哈，把这个放到最松，把这个后背转到最松，啊，逆时钟方向转到最松，
注意哦，不要整颗转出来了。哦，转到最松，它就会翘这样，像这样会比较有空间哈，有空间塞这个下压豆啊，然后将凸点啊对准这一边的沟槽。这沟槽哦，要注意哈，它两边都有哈，这边也有沟槽，哦，不要钻反了哈，不要钻反了啊，是这一边哈，算是如果这个方向的话是右手边，啊，这个方向是右手边，它两边都有开孔，哦，也不知道为什么两边都开孔，啊，装上，啊，稍微旋转一下，拉一下，啊，进入沟槽，啊，精密管的沟槽，啊，精密管这个都有沟槽，啊，适合调整一下哦，检视一下是否密合，啊，检视一下是否密合，啊，这个十字螺丝锁上，啊，十字螺丝锁上，啊，这螺丝锁好，啊，锁好时候，啊，这边看一下哈，有没有密合，啊，有没有密合，然后预装哈，预装就是这个插销口对准这个后部座的插销口，啊，这是同一个方向，然后插入，它是靠这两片去把它夹紧的，哦，所以这个螺丝只是固定功能而已，啊，注意哈，等一下插到这两颗结合的时候就 OK 了哈。然后这个孔是 Hopper 调声孔，Hopper 调声孔，Hopper 调声孔在上哈，然后预装哈，只要插入一点点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现在装上，然后将这个结合块，啊，这结合块有方向性，啊，凸点朝前，啊，凸点朝前，然后稍微拉开一点点，哦，因为这个皮的尺寸的关系呀，哈，比较大一点点，所以会比较难装。往前推，它就结合了，推到底，推到底，推到底之后，这个孔，就会对齐，啊，这个地方就会结合住，啊，结合块就会结合住，啊，这个插销再插入，插入了，啊，这个很松啊，很松，这地方哦，杰哥建议哦，随便拿个东西稍微再塞住了哈，要不然这个真的很容易掉啊，在组装的时候会不小心掉。杰哥是拿这个铁布细乳，那拿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了，一点点就好了，啊，一点点就好了，然后稍微塞一下，顺势塞一下，就是有个阻力就好了啦，稍微阻力就好了，不要那么轻易的，因为你等一下在组装的过程当中，哦，它掉了，不要它掉了你就不知道，啊，只要让它不掉就好了，啊，不要那么容易的这样一晃就掉出来，啊，因为等一下在组装的时候可能会有晃到的问题，啊，那这个部分就好了，啊，管皮就换好了，啊，管皮换好了，那后边调整孔在这里。然后我们装回啊，后背调整孔刚好对齐这个后背调整孔，然后装回很简单，附近环，啊，附近环杆，然后顶住，顶住就后面有一个孔，然后拉到底，推到底，推到底这里，就这样往前，啊，就这样，前面就这样，然后后面整体就是这个样式，啊，然后抛壳口，然后凸点的地方，啊，凸点的地方让它凸出来，啊，让它凸出来，啊，这个可以按压，啊，这个按压。好，来我们做结合哈，结合就是这个插槽对准这个沟槽，然后等一下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等一下还会多一个步骤，就是将内管，好，这个内管已经延长，如果没有延长是要用手指头去推，
推动这个内管，注意这地方啊，这地方有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孔位，哦，有一个孔位啊，有没有？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孔位，这个孔位刚好是插在这个地方凸点啊，这个凸点哈，就是刚刚我们在拆的时候不是有做一个这个动作，很像克拉克啊，克拉克在拉滑套那个动作啊，拆去滑套那个动作，那么这个凸点就会往下。最主要这个凸点是在插到这个孔位里面来，啊，插到这个孔位里面来，啊，这也就是它一个固定的结构，啊，然后来我们插入了哈，就这样，啊，注意哈，插入，啊，这个要水平哈，整个水平插入，啊，水平插入好，然后这边。这样水平插入，啊，这个稍微压一下，啊，压一下就进去了，啊，这一定要压哦，压一下这边前面就进去了，那后面这里，啊，后面这里，还是这里，再稍微压一下，好，这样就好了，好，有没有弹上来了？好。好，弹上来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孔位刚好对齐了，啊，那个部分啊弹上来了，啊，这边也是，确定可以压入了，好，好，来我们试一下哈，我们试一下，好，这边有子弹啊，只有关瓦斯而已，啊，啊，操作正常哈，好，操作正常，啊，这目前操作正常，啊，然后我们再将这个面音管装上。这就是刚刚杰哥讲的面音管的部分哈。那我们先把这个稳定器，好，稳定器它还有一些小配件没装上哈。它原厂来的时候是这样，一套2个，然后这是另购，啊，这转接的，好，逆时式牙，然后它里面有欧环，哦，这个欧环里面有一个沟槽，将这个欧环塞进这个沟槽，哦，这算是在让内管哦能够更稳定。啊，这个欧环一定要塞哦，没有塞它就没有办法很完全的发挥它这个稳定器的功能。哦，确定到这个沟槽里面了哈，确定一下，转一下，然后塞塞看，好，好是紧密的。那这边这一个，好2个。算这个欧环是有缓冲啊哈。好，塞入，再确认一下，哦 ，OK， 好，然后把它结合起来啊，这个可以结合起来。啊，这刚好是一套哦，一套2个的长度，然后在这买一个这个转接口啊，这都枫叶出品的啊，然后转紧啊，转紧之后，然后跟这个面音管做结合啊，这面音管总共有3个部件，就前端啊，然后它里面是有孔的啊，这个都是有孔的，好，来这边。好，逆时钟方向旋解，然后这个部分哈，就这样塞入哈，有没有？它这个就会有稳定，好，内管稳定的功能。这个要放松哈，这边有一个铁片往下，这样就放松，然后放松到底的时候，哈，这个进去的时候，
旋转卡住，然后这样就紧了啊，这面管就紧了啊。这个不要转太紧，转太紧到时候你还要去拨这个卡片哦，不好拨哦，它会变得更紧哦，紧就好了啊，这部分紧就好了。有没有看到？然后稳定性啊，这内管的稳定啊，非常稳定啊，它不会乱晃哦，所以这打出去的时候啊，弹道一定会很稳啊。装了这个，加装了这个枫叶，这个稳定哦，他们这个算是面音管啦哦，可是杰哥把它拿来当这个稳定器哦，内管稳定器很好用，然后来这个方向性哈啊。顺时钟方向了哈，这个方向性的哈，顺时钟方向，好，那这个就这样了，啊，这一面看起来是这样，啊，这个整个内管是稳的啊，不会晃，啊，完全不会晃，啊，这个，啊，这前面就逆时钟方向，啊，这边逆，啊，这边顺，这样就好了，啊，整体这样收起来，内管。这个是290的，好，290的。如果可以买到300的，那就是更好了哈。买到300就更好。这是290 mini 的长度，哦，就到这里。好，能买到300的哈，就会更贴出口啊。300的是最好的了哈。那整体上是这样啊。喜欢的话哈，以上商品如果有喜欢，欢迎杰哥卖场下标即可，谢谢。来，今天杰哥来教各位如何安装枪背带。啊，这个枪背带扣它就是一个圆圆的这个小小的一个洞而已，所以市面上你买到的这些枪背带扣都太大，都无法使用。那他们军规的部分都是用闪绳下去绑，就是一条闪绳。可是有些人就觉得不好看，所以市面上就有卖这种枪背带绳的扣啦，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洞洞的。而使用方式很简单，就是这样往前推，啊，这边就脱离了，脱离之后就可以拿出来，然后穿过去，穿过去之后再钻进去，再扣进去，拉紧，就卡住了，好，就这样，然后再使用枪背带。这样枪背带，枪背带扣使用，然后不会干涉到。好，然后这个还可以装红点瞄具，这就是市售，只要是20 mini 鱼骨，20 mini 的鱼骨都可以使用，都可以使用这个瞄具。装上面管，这样。然后这个地方它很贴心的这里面有做一个卡槽，它每一把枪都有附赠这个6角扳手，这是调 hopper 的，hopper 挡到了挡到 hopper 调整的位置，所以这个在装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去挡到 hopper 调整的位置，hopper 调整的这个孔，然后这个这个规格是1.5的，就这样，下去做调整，下去做调整，hopper 调整在这里，那调完之后再把它插回去。再插回去，这边是一个收纳空间啦，很棒的一个设计。好，那喜欢的话，欢迎杰哥卖场下标即可，谢谢。今天杰哥来为你们测试这一把是台湾丸山制造所制造生产的，这个是 NP9，NP9，那有这个面音管啦，来的时候就附赠的面音管，这面音管如何拆除呢？很简单。这个在你装的时候就要特别一个重点，不要锁太紧来，我们
先把它拆开哈。它这个有一个卡扣哈，注意哈，这个卡扣如果你锁太紧的时候，就是要用指甲去把它扳开，扳开，然后逆时钟方向旋转松开，要不然它会卡住，它会因为卡住而导致没有办法旋转，所以这边就是要拿一只起子往内，往内拨，才让它脱离这个刻度，才有办法很好的把它放松了哈。然后当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边自动会脱离，这边会自动脱离，这样锁紧的时候，这个地方就逼紧，有没有？就不会动了。这个东西紧就好了，不要说我要把它锁到很紧，紧就好了，紧这边就不会摇晃了，也不会松动，就因为它这边有卡扣的关系，它会把它卡住，不会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松动了如果你硬要把它转紧，我跟你保证，你要拆的时候会很难拆，会很难拆，所以紧就好了稍微紧就好了，这边只要不松动就好了。好，来把它转开，转到这个程度，这边，这样装进去，旋转，这样，然后再锁紧，这民营馆拆装就是这个状态，就这样，有没有？然后逆时钟，拆除，民营馆拆除，然后我们今天就不装民营馆了因为场地的关系，场地不够大。好来，我们先将弹夹取下，弹夹释放钮按压，弹夹就会滑落，然后你看这个弹夹还有做这种夹子弹，夹子弹的造型很漂亮。然后关压瓦斯，弹夹在下，瓦斯罐在上，按压5至7秒，5至7秒即可。然后填装 BB 弹，填装 BB 弹，这个每一把枪都有附赠这个 BB 弹填弹器，这样，这样 BB 弹就填装了，填装好了，然后上弹夹，那这个地方是它这个 hopper 调整器啊，这个 hopper 调整的部分在这个圆孔，然后这个就是拿这个1.5 mm 的工具，那顺时钟方向是旋紧，hopper 调整就是往上旋，逆时钟方向就是放松，这个 hopper 调整地方在这里，那整体上是这样。来，我们上膛，第一发一定要上膛，放开，来，107.2， 108.1， 107.1， 107.0， 106.6， 105.0， 105.7， 104.1， 104.3， 104.3， 我们把它全部打完没有子弹了没有子弹它就会后定，跟真枪一样后定，没有子弹，它会后定。那如果解除呢我们把枪托打开直接扳到底，这边有一个解除钮，枪机复位解除钮，按压，枪机就会往前，来，没子弹在后定，来我们这边按压啦，按压给各位看，按压，枪机就会归位，这边，有没有？然后这个有连发连发，它这个双边射选这个就保险，晚上搬就是保险，它这个双边的射选啦有没有？然后这边就连发，转到这里就连发，这是单发，这边保险，保险的按压，那这个部分你看到这单发的部分，这个还有一个叫做那个手指保险啦反击保险，就是你手指没有完全进入，扣住这个启动装置，这边有个凸点为启动装置，它是没有办法激发的，要扣到启动装置再按压，
那这把枪哦，有一个很特别啦，每个人使用的习惯不一样，像杰哥都会手伸的比较进去，那就会比较不会触动到这个拇指保险的启动装置，所以杰哥强烈建议手指头进去一点点就好了，就像这样，不要太深太进去，深太进去有可能是没有办法直接触发，就是一点点就好了。所以这把枪在使用上要有一点点习惯啦哈。这边连发，扳过来连发，这个好，扳过来连发，来我们扳住这个枪机释放钮哈，好，再连发，连发的装置，好，这样，整体上了哈，喜欢的话欢迎杰哥卖场下标即可，谢谢。